成了恐怖游戏的大 boss 后，我把曾经的老板们、甲方们统统拉进游戏。你左脚踏进公司，死；你脸上有五官，死；你头发不够秃，死；你做得太好，死。51个人的游戏，我恨不得杀51万人，恨不得把在座各位的老板、甲方们统统摇过来判死刑。更壮观的是弹幕，那场面可谓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工作猝死后，我被清除了部分记忆后，被拉进了恐怖游戏当大 boss。系统问我想要安排什么样的玩家，我豪迈的大手一挥，给我把那些无良老板们、无脑甲方们统统拉进来。那选择多少游戏玩家的副本，越多越好。我要杀杀杀，杀杀杀，杀光他们！小老鼠，人可以没有记忆的死，但活着时工作的怨气久久不散，被带到了游戏。我现在就是邪剑仙本仙。游戏的关卡和难度都有我设定，但是系统告诉我，每关只能死1个人，不然观赏性不好。破系统，真是当系统久了都傻了。弹幕那些人只会嫌死的不够多，他们恨不得把自己的老板丢进来让我杀。要什么观赏性？恐怖游戏最好的观赏性就是杀杀杀，杀他个片甲不留。心里虽这么想，但我不敢明着反抗他。好不容易拥有这么简单的杀人特权，能杀一个是一个。哎，打工人当久了，到哪里都是卑躬屈膝，唯唯诺诺，都给我搞 PTSD 了。玩家入场后，系统按照惯例说明了相关的游戏守则。6号玩家大腹便便，梳着大背头，自以为是的嚷嚷什么破游戏，也配我亲自玩。19号玩家顶了顶腮帮，抛了个媚眼，自信地说：宝贝，需要多少钱？我要通关。43号玩家扶了扶眼镜，开口道：你这个游戏有漏洞，要改。我在控制室里发出尖锐的报名，这种熟悉的变态感真是无孔不入。为民除害，我义不容辞。强忍住恶心，数了数人数，51人。干，一共50关，一关死1人，竟然死不完，还得留一个，这不能够，我得好好想想办法。这些渣子在我手里，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统统给我死光，不能让他们活着去祸害我亲爱的工友们。我摩拳擦掌，进入杀杀杀杀杀模式。游戏的背景是写字楼，任务是不顾一切获得大 boss 的认可。此刻，游戏已经开始，他们自信迈入公司。过去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老板、甲方，没有经历过打击，目空一切。此刻还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最烦装逼的人了。我对准9号，开始了诡异袭击。不出2秒，9号变成一缕黑烟，消失在空中。50号大哥看到这场景，竟然直接吓尿了，辣眼睛。从前扣我工资的时候，可不是这个胆量啊！在线求一双没有看过他尿裤子的眼睛。系统发出机械音，叮，9号玩家死亡。玩家们这才意识到，在现实世界里的那一套手段，在恐怖游戏里毫无用武之地，这才开始紧张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弹幕也同样摸不着头脑，他怎么死的？不知道啊，诡异都没出现啊。对呀，也没见犯规呀。这个第一关好莫名其妙，有没有之前看过的解释一下？之前也是这样吗？楼上，这个恐怖游戏的副本每次都不一样。广播里传出我得意的声音：左脚踏进公司，死。玩家们明智地收起了往前的脚步。老板们、甲方们，颤抖吧！猎杀时刻。其实不止9号玩家迈左脚，但只有他死了，其余迈左脚的人胆战心惊。迈右脚的人表示不服，为什么迈左脚的不统统死光，也好减少竞争压力。作为靠谱的恐怖游戏，系统还是很官方的给出了解释，本游戏一关只会有1名玩家死亡。9号玩家率先迈出左脚，所以这关死的是他。各位玩家请谨记，你们的任务是获得大 boss 的认可，本游戏最终解释权归大 boss 所有。祝各位玩家玩得愉快哦。迈右脚的玩家们开始抗议，凭什么？凭什么一关只能死1个？就是运气不好的人就该开局即死。我凭什么？凭系统在保你们的狗命，不然开局你们用脚走路就统统给我死。弹幕也不满意，这游戏的机制怎么改了？对呀，一关只死1个，太没看头了吧？一死死一片的才壮观。我觉得挺好看的，慢慢折磨这些人才痛快。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不满地白了系统一眼，内心腹诽，看吧，现在好了，没一个人满意，还提什么观赏性？但系统很倔强，就是不肯改机制。好好好，不改就不该，我一个个杀，也能杀他个片甲不留。第2关，他们变得谨慎了些，都过得小心翼翼。我忙着在控制室涂指甲油，没怎么关注他们。该死，怎么到了恐怖游戏，我的美貌会这么肆意疯长？等会儿留意一下有没有帅的，留到后面给我玩机关。嘻嘻嘻，玩完一个杀一个，嘿嘿。不过弹幕开始急了，怎么回事？第2关要结束了，也没人触发死亡吗 ？Boss，你是不是睡着了？睁开眼杀人了？就是我看那个11号刚刚给上司买饮料买了绿茶，该死。那个17号才该死，陪上司吃饭竟然不主动结账。不，最该死的是21号，他有瞅到我。
，boss 的心事你别猜。虽然我们当初同为打工人阵营，但我现在高升了，你们揣测我的心意就是越界。就在第2关快结束时，33号玩家死亡，同时广播里传出脸上有5关，死。玩家，弹幕，系统。我骄傲地仰起头，人死了没别的，主打一个放飞自我。系统汗流浃背地替我解释，本游戏最终解释权归大 boss 所有。部分玩家开始瑟瑟发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死法，但也有胆子大的，比如34号拍案而起，这是什么游戏规则？这死的也太离谱了吧 ！boss 都不给一个解释吗？我打开广播，悄声道：“没有解释，既然你不满意，那下一关就死你吧。”其余还想要个说法的玩家瞬间乖乖地闭了嘴。我注意到有个穿白衬衣、肌肉线条尤为突出的玩家，似乎从进来开始，脸上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表情。我看了眼他的编号7号，够帅，可以留一留。我正在构思和7号酿酿酱酱的副本时，弹幕炸开了锅。这个 boss 是不是在无差别杀人？好像是这么回事。天啊，这也太刺激了吧！玩家们想活完全凭运气。我已经开始猜下一个会是为什么死了。哈哈哈哈！别的恐怖游戏是氛围恐怖，这个恐怖游戏是死因恐怖。看这个恐怖游戏，给我看的乳腺都通了。呵，打工人的每一天都很恐怖。第3关游戏刚开始，我说到做到，以他头发不够秃为由，把34号杀了。玩家们再一次震惊。广播里传出我嚣张的声音：“作为恐怖游戏的 boss， 我可不像你们那样出尔反尔。我说要杀，1秒都不会让他多活。”脑子清楚的玩家已经开始服软，脑子不清醒的那部分还想跟我抗争。我一个个都记在小本本上。杀谁不难，想理由太难了。还好我看了眼弹幕，他们已经开始帮我出谋划策。我刚才看了玩家信息，全都是各大公司的老板和甲方。哈哈哈哈，那不难理解了 ，boss 之前肯定是打工人，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嘎嘎一通乱杀。你别瞎说，他杀的都有理有据，哪里是乱杀了？就是支持楼上，一整个期待住了。那我们现在来猜猜下一个杀人理由吧。带薪拉屎，总是迟到，上班摸鱼。好，很好，锦囊团已经上线，我只要按照预定轨道杀就行。想到自己工作猝死，突然觉得自己还挺死得其所的。第4关开始的时候，系统提醒我要好好搞游戏，不要太随心所欲，不然引起公愤，我会被反噬。我满口答应，然后随手下达了个任务，完成周年庆晚会。不知为何，我感受到7号抬头看了我一眼，而后又快速地开始组织分工。为了符合恐怖游戏的主题，我让各路诡异上前刺激他们。灯光昏暗，血色蔓延，诡异横行，哀嚎声一阵高过一阵。弹幕纷纷给我刷了好评 ，boss 真棒，氛围感拉满。提个小小的建议，不用考虑他们的死活，往狠了虐可以吗？对 ，boss 大大，虐杀懂吗？还有死不用非得变成黑烟，我想看到他们惨不忍睹的死相。楼上，这怕是不能播吧？什么能不能播的？满足，统统满足。打马赛克也要满足观众。系统都提醒我了，要考虑民意，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知不觉中，玩家们已经将晚会完成。我陷入了沉思，好难啊！不知道是不是这关太简单，完成的相当完美。12号还走到7号面前炫耀地说：“你在我面前，充其量就是个虾兵蟹将，要不是我力挽狂澜。”砰！12号的脑袋炸开了花，随着他的倒地，脑浆流了一地。广播响起：“做得太好，死！”其他玩家还在震惊。7号玩家抬起头看向我，他的眼神深邃，似乎要冲破重重阻隔，直达我的内心。还好我心智坚定，不会被美男计所惑。打工人不可能爱上老板，爱不了一点。弹幕疯了啊！磕到了 ，boss 是不是爱7号？护犊子好明显。上面别什么都磕，这可是职场恐怖游戏，怎么可能爱上？什么都磕，只会让我营养均衡。就是让我爱上老板，不如让我死了算了。可是7号真的好帅啊！要是被7号用工作凌辱，我好像愿意。楼上的清醒一点，不要共情资本家。第5关开始前，系统一把子将我推了出去。你是来当 boss 的，不是来看节目的。不是，当 boss 还需要自己亲自出马的吗？这不合理。我刚要回怼，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玩家面前。一不做二不休，那就吓吓他们吧。我伸长舌头，玩家们越往后退，我的舌头伸得越长。刚要接触到25号，7号挺身而出，自动被我的舌头卷到身前。他竟然不怕死地环住了我的腰，在我的舌头收住后，俯身盖了上来，人模狗样的，竟然搞职场性骚扰这一套。我一拳砸在他的胸口，他闷哼了一声，嘴角带着血丝，欢欢，我终于找到你了，还搞职场关系户这一套，罪加一等，得死2次。我伸出双手，招出诡异们。所有的玩家看到迷雾袭来，纷纷往后退了一步，只有6号忙着看我和7号的八卦，傻愣愣的在原地没动。诡异们一个拐弯不及时，一个没注意就把6号吞噬了。救命！
这些呆瓜竟然杀错人了呀！我强装镇定，看了看7号，再扫视一眼众人。不慌，我是老板，我拥有最终的解释权。顿了2秒后，广播响起：上班爱吃瓜，死！玩家们不接受这个死因，看我只是个女诡异，开始不满地蛐蛐我。我就近摘了19号的人头，摆在地上荡球踢了一会儿。19号哭着大喊：清汤大老爷，我对你的命令真的没有不依的。我右手中指顶着他的人头转了转，开口道：看在你认错这么积极的份上，我把你的人头按回去，谁要是还有不服的，那我不介意多摘几颗人头串成项链。一排玩家纷纷摇头，像上架的波浪鼓，真好看，好想摘下来呀！我紧了紧手，忍住了，眼角余光瞥到7号依旧饱含深情地看着我，恻隐之心动了动，温柔地伸出手，把他的眼珠子挖了下来。既然这么想看我，那就用眼珠当胸针吧，这样就能时时刻刻看到我了，也算是成全了他的爱意。我以为7号会大吵大闹，没想到他竟然弯起了嘴角。哎，帅哥即使没有眼睛都是帅的，听说戴口罩的没有丑男。手痒了，想把他的下半张脸也挖了验证一下，但自控力极强的我忍住了。与人为善是我的座右铭。弹幕依旧在刷，好烦，有没有加速键？不是不好看，只是死的不够多。万人血书，申请多死几个人。楼上加身份证号。对，这批快死光吧，我们再给你们找一批投进去。楼上发现话点了，建议程序员抓紧开发。系统迫于舆论压力，叮嘱我让他们慢慢死就好，不给我设限。他还告诉我，面对未知的恐惧比直接死可怕得多。学到了。36计温水煮尸体。我给他们下达了新任务，周末去森林团建。11号玩家学乖了，会举手发言了。我点了点头，示意他畅所欲言。他大着胆子说，为什么要把团建放在周末？这不是变相占用我们的休息时间吗？我再次点了点头，表示不同意。11号继续不知死活地说，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周末要陪家人朋友，所以我建议公司的团建最好不要放在周末。建议得很好，以后别建议了。还有，你现在都在恐怖游戏了，还有什么家人朋友？搞不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吗？既然这么不想在公司，那死了算了。弹指一响，诡异上场。11号玩家的舌头被拔，五脏尽毁。广播不愿参加团建，死。我算是发现了，这些玩家只有在看到尸体的时候才会害怕那么一小会儿，过一段时间就会原形毕露。果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为了威慑他们，我把前面几位的死相打印了出来，在总裁办公室门口循环播放，希望他们能明白，不怕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随着恐怖游戏的进行，我被清除的记忆似乎在慢慢开始变得清晰，面前的好几个玩家都越看越眼熟，好害怕。为了防止长心脑子破坏现在的美好，我决定在系统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加快杀人的进度。周末一早，我携诡异们在森林入口等玩家，天色昏暗，迷雾四散，诡异们张牙舞爪地欢迎玩家们的到来。玩家们鬼哭狼嚎地抱成一片，人群中有个肉色的东西很显眼。我定睛看了看，是1号玩家，他竟然没穿上衣就来了，肥头大耳，油光满面，脑满肠肥，好辣眼睛。我阿哥闭眼，诡异们看到他的肉就这么兀自暴露在空气中，不等我发力，就一股脑地冲上去将他上半身吞噬干净，最后只留下下半身在漫无目的的游荡。我突然圣母心泛滥，伸手扯下了1号玩家下半身的裤子。诡异们躁动异常，流着口水轮番上场。唉，他们是真的饿了，小木指也吃得下去。没过一会儿，随身携带的广播发出尖锐的声音，身体留白，面积过大，死。原本不开心的团建变得更加不开心，众人苦着脸朝着森林前进。我不满道，不会笑是不是？前排玩家扯了扯嘴角，露出标志性的假笑。很好，我管他情不情愿真不真心，表面服从也是服从。走到小溪边，我看玩家们都无精打采的，决定停下让他们休整。好几个玩家四仰八叉，不顾形象地躺倒在草丛里。不愧是养尊处优的老板们，就这么50米的路就能累得跟猪一样。不过也有几个爱玩的，在溪水里打闹。我抬眼望去，7号正卷起裤脚下水，一缕光线打在他身上，晕出淡淡的光圈，要得人眼睛发花。我看得十分入迷，耳畔传来不合时宜的噪音：“我们来抓鱼呀！”烦人，这个破坏美感的东西。我揉了揉微皱的眉心，心念一起，说话的22号玩家瞬间变成烟花炸在半空中。芜湖还挺绚烂。广播响起，团建摸鱼，死。我感受到地上有目光在审视我，可等我看过来时，并没有发现是谁。算了，继续看帅哥吧。我抬头看向7号，他朝我挥了挥手，依旧喊出了那个名字：欢欢，欢欢。还未等我细想，丛林里似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糟糕糟糕 ，Oh my god！ 忘记今天提早设置了狼来了关卡了。只见一匹恶狼从丛林里窜出，朝我们扑来。躺着的玩家们一个个鲤鱼打挺，往前狂奔。我悠闲地站在原地，看着恶狼步步逼近。
我有 boss 光环，他自然是伤不了我的。7号玩家看我站在原地，本已经跑出老远，又折回来，一把扛起我，远离饿狼。他当真是饿了。我今天一副吊死诡异的模样，他都能下得去手。欢欢，别怕，有我在，我会保护你的。我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漪，脑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炸开，由内而外的诡异气息在渐渐消散。我是不是之前认识7号玩家？慌乱中，余光瞥到饿狼已经快要追到我们，我对着他挥了挥手，指向了想把42号往后推的47号。饿狼的眼睛瞬间发红，猛地一跃，将47号扑倒在地。三两口，47号就被拆吞入腹。广播败于狼性文化，死。吃饱了的饿狼停下脚步，伸出舌头，满足地舔了舔嘴角，转身隐于小溪对岸。活着的玩家回过头，看到我被7号玩家扛在肩上，脸上满是不可置信。我挣扎着站稳，清了清嗓子，接下来是个人战斗。具体团建活动会由系统分发给各位，输的人会被诡异们制成烟花燃放，用来庆祝你们的同伴长长久久地死于恐怖游戏。昨晚我熬了个通宵，连夜做好了游戏方案。起初系统是不同意的，但经过弹幕层层审批，他不得已才妥协。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弹幕前的观众为了获得终极大礼包，纷纷充值，仅仅一夜，系统就赚得盆满钵满。他感叹于我惊人的商业头脑，现在已经彻底放手让我掌控这个游戏。嘿嘿，我们的口号是片甲不留。其他玩家在忙着个人战，我拉着7号玩家的小手，闪身进入另一重迷障。我把他壁咚在树上，勾起他的下巴，老实说，你究竟是谁？他的眼里蒙上一层水雾。欢欢，我是你的未婚夫啊。未婚夫？原来7号玩家叫顾浪。在他的叙述下，我大致拼凑了一些我生前的事。结婚前一天下午，老板要我临时设计一个方案。为了赶婚假的进度，我在之前已经连续加了7天7夜的班。本以为可以放松休息，却没想到再次被迫按头工作。在这样长时间的高压下，不出意外，我出意外了。难怪穿进恐怖游戏后，我怨气这么重。可是，我是以被压榨的员工的身份进入的恐怖游戏，那顾浪又是以什么身份进来的呢？单纯为了来找我？我不信，人世间不可能有跨越生死的爱。如果有，那就是死得不够透。就像外面那些玩家，不到半个时辰，已经制好了25发烟花。砰砰砰，苍穹流光溢彩。诡异们手舞足蹈地在林间穿梭，活着的玩家眼神阴晦地看向同伴。我突然明白了，游戏最初设置一个人能存活下来的意义。团建过后，依旧是正常上班。现在我们的恐怖游戏已经不是当初穷得连大制作都没有的恐怖游戏了。如今所有设施全面升级，每个玩家身边都跟着3个不同的诡异，他们是根据玩家的特点量身定制的。最会的技能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一言不合就能整活，省去我不少麻烦。我数了数剩余的玩家，还剩17个，看着他们在工位上假装埋头苦干，竟然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BOSS 闲了，必作妖。我把主意打到了顾浪身上。活着的时候，他都是我未婚夫了，那现在我们同在一个恐怖游戏，他是不是得牺牲一点色相，取悦一下我这个 BOSS？ 一不做二不休，我决定跟他搞办公室 play。可是直到提枪上马，我才发现我们诡异接书图竟然无法匹配。天爷呀，鬼鬼有什么错？鬼鬼不配拥有快乐吗？那既然这样，戏女此生愿努力致力于将袁老板们变成诡异这件事，让他们生生世世都不得行。顾浪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我对他展开了全方位的潜规则：上班亲亲小嘴，开会摸摸小手，干活抱抱腰肢，睡觉当当靠枕。全公司都羡慕顾浪的福气。我正在疯狂滋长恋爱脑时，系统懒洋洋登场，你被举报潜规则下属。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下属就是顾浪。外面那些玩家干活不积极，举报倒是挺有一套。我本着害我顾浪者不可留的信条，杀心四起。我习惯性的一抿手指，26号玩家瞬间变成了牛马。广播被刺 BOSS 死。身侧的诡异们张开血盆大口，血水啪嗒啪嗒地挂满整个办公室。葬身于恐怖游戏的人越多，待在此处的诡异们就越兴奋，甚至有的诡异能直接脱离我的控制凌辱玩家。因为诡异气息充沛，能力强的玩家就能吸收些许这里的碎气。正因为如此，我脑海中关于他们的画面竟越来越清晰。BOSS 当久了，总要出去找找乐子。结果等我回公司，竟然发现变天了。其余的15个玩家竟然合力将顾浪发卖了。救命！这是恐怖游戏，不是嫡庶神教。他们有什么资格发卖我的 play？ 我气得浑身颤抖。诡异们似乎感受到了我强大的气息，叫嚣着，奔腾着要去世了所有玩家。系统哆哆嗦嗦地拦住我：“我的大小姐哟，你要是把他们都杀了，谁还充钱看哦？”我扫了一眼疯狂的弹幕，冷冷开口：“家人们，支持杀光就刷100个嘉年华。”弹幕被嘉年华霸屏，系统汗流浃背。我兴冲冲地搓搓手，片甲不留，片甲不留。
在众多的弹幕中，我忽然捕捉到一条 ：“Boss 大大，7号玩家也不是好东西，奴役了不少员工。”原来如此，我说他怎么能进来？原来顾浪也是一家公司的小老板，平时是一副高冷霸总、喜怒无常的形象，稍一不如意就压榨员工，加班加到诡异见愁那是常事。结婚前一天，我被老板压榨到死，而他把别人压榨住院。好，51个玩家凑不出一个正常老板。之前对顾浪的滤镜瞬间破碎，他能压榨员工，以后就能拖我。谁知道他现在这副情深意重的样子，是不是为了跟我这个大 boss 套近乎？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我得尽早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心之所向，诡异横行。等等，怎么一遇到顾浪，诡异们又绕道了？上千只诡异围着剩下的玩家中的其中7位，不过1分钟，他们就都爆体而亡。好，系统果然给力，都能一次死7个了，离灭了所有玩家不远了。我还在绞尽脑汁的想理由，广播已经会自动播放了。私自建小群攻击 BOSS， 死的不冤，竟然不是建小群夸我，他们是不是忘了恐怖游戏的终极任务是获得我的认可？顾浪又来找我了，这一次他将衬衫扣子开到胸口，握住我的手放在他心脏处，温柔地说：“欢欢，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到这个恐怖游戏的，没有你，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加班病倒，是我把你送去医院，没日没夜的照顾你。”我的脸色微微有些动容，确实，在原先我社畜的世界，他是为我点亮过光。我仰起头问他：“那你愿意为了我留下来吗？以后你就是本恐怖游戏最帅的 NPC。”顾浪的眉头微微皱起，嘴角不自觉地往下，但仅仅一瞬间，他又恢复了那副情意绵绵的模样。我愿意，你在哪里，我就在哪。只是我怕家里的人同时失去我们俩，会伤心难过。我知道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我是孤儿，没有家人。系统适时开口：“7号玩家，你要是真爱 BOSS 的话，你可以替他留在这里 ，BOSS 可以复活。”我和顾浪双双瞪大双眼，竟然还有这种玩法？那我留在这里是因为系统留下的我，还是我盯着顾浪？顾浪慌张地四下张望，他爱不爱我，我不知道，但他肯定很想活。回到办公室，我扫视了一圈剩余玩家，算上顾浪，还有9位。他们似乎突然感应到了什么，开始围上来审视我。我也渐渐认出了他们中的几个。15号是我老板，37号是上个项目的甲方，46号是前老板，天天逼着我为公司奉献，51号是最近这个项目的甲方，改了3天3夜，最后让我用第1版。好家伙，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也同时认出了我，从刚刚的唯唯诺诺1秒变自信满满。小王，让我活，等我活了，给你30%的股份。小王，我之前没苛待过你吧？让我活吧。没有苛待。101版方案是自动生成的吗？小王，我是为了你有更好的发展，当初才把你辞退的。小王，我也有我的难处，你要多体谅我。另外几位我不认识的也开始哭着说 ，Boss， 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我活了之后一定好好改正。Boss， 让我活吧，呜，我再也不画饼了，人活久了，真的什么都能见到。我看着他们诚恳的双眼，当机立断开启新游戏方案。我决定，你们都获得了我的认可，都复活吧。玩家们，系统，我设置这个恐怖游戏的目的并不是想杀人，只是想惩罚无良的老板和甲方。你们现在都已经经历过这个游戏，想必也知道了打工人的不容易，所以再杀下去也就没有必要了。你们都回去吧。我挥了挥手，不顾系统的拉扯，给他们开了复活之门。顾浪看了我一眼，率先走向光明之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现在是深情也没有了，乖巧也没有了。其余的玩家还知道向我道谢。我点了点头，回到了控制室。弹幕都在骂街，什么？说好的全部杀光呢？这算什么恐怖游戏？差评，退钱，这些人渣不能再在市场上流通了。我汗流浃背的解释，宝宝们，我只是考验一下他们。我说了，这个恐怖游戏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改造。如果他们变好了，那社会上多个好老板不是件好事吗？如果他们还是老样子，1个月之后，他们还是会回到恐怖游戏，面临死亡。弹幕里有人问，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现在的态度？我扬起自信的嘴角，多亏衣食父母们的支持，我们这个游戏现在已经升级，你们可以点击观看这9位玩家回去后的状态。玩家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跟踪监视，也不知道自己并没有摆脱恐怖游戏。我给了他们生的机会，可不准再说我赶紧杀绝了哟。作为 boss 嘛，能留一线留一线，留不了一线天堂见。这1个月我也没闲着，之前答应了会员用户的福利，就是有机会能把自己的无良老板送进恐怖游戏。邮箱里的简历数以1计，挑不完，根本挑不完，没有一个不符合要求的。扩容、扩建，统统提上日程。诡异们都开始了军事化管理，防止日后玩家多了造成骚乱。
咱就是主打一个杀杀杀杀杀，杀他个片甲不留。1个月后，毫无意外，9位玩家统统返场。32号玩家厉声质问：你不是说让我们活吗？怎么我们还会来这？因为你们又犯错了呗。43号玩家不服气：那你说我们犯了什么错？我拿出小本本，上面记录的清清楚楚。8号转移资产，21号拖欠工资，32号潜规则，43号画饼从不兑现，46号恶意打压员工，51号不给加班费，15号说一套做一套，37号烦做方案必不满意。诡异们蓄势待发，我刚念完他们的罪行，就纷纷冲上来撕扯他们的身体。一会儿功夫，地上已是血流成河，再一会儿，场地已经被清理干净，最后只剩下顾浪了。他双腿止不住的颤抖，但依旧艰难地走到我面前。他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欢欢，我顾浪，你回去之后可真忙啊，他们那些问题你统统有。是仗着我不忍杀你吗？还是说你想用美男计？他上前抱住我的肩，欢欢，别杀我，别杀我。我阴森森地回，别怕，诡异们训练有素，不会痛苦的。或许是因为我曾经跟他有过婚约，很多诡异都不敢上前，但也有吃饱喝足无所畏惧的，咧着血盆大口，悠悠荡荡地向他靠近。顾浪的面色惨白，死死拽着我的手央求，欢欢，我不求别的，让我陪着你好不好？我真的只想陪着你。我凑到他的耳边，笑吟吟地说，不好，任何人都不是我们 play 的一环，不管他是谁，完成不了恐怖游戏的任务就得死。在下一批玩家进入恐怖前，我问系统究竟是谁把我留在这里的。系统最近数钱数到手抽筋，敷衍道，民意。随着一批批玩家的送入，市场上流通的老板渐渐变少，可公司不能少啊，打工人没惹任何人，还得兢兢业业上班赚窝囊费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连夜开发了个好老板复制功能，一键拥有一个好老板，这搁谁不迷糊？当然，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拥有的，必须满足点赞充值一条龙。拥有我是系统的福气，他现在已经是身披黄金甲，在别的同类系统面前倍儿有面。谁让别的恐怖游戏是吓死了，吓死了，而我的恐怖游戏是赚妈了，赚妈了。